当九颠大师带着楚风与王强离开后，即墨千舟似乎也有所察觉，他也不再针对楚风和九颠大师说话，而是派人先将百里子陵带下去。之后，他将目光投向在场的众人。诸位，其实无论楚风身后有谁撑腰，与今日一战都关系不大。先前故意挑明是九颠大师保护着楚风，只是个人不喜欢他这种行为，毕竟身为九天之巅之主，本当光明磊落，如今却鬼鬼祟祟，实在不该。至于今日一战，我玉宗确实是败了，我们承认这一点。不得不承认，楚风确实厉害，虽说其自身修为还受限制，但却能够获取那样厉害的戒灵，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但那也确实是他的本事。即墨千舟话中有话，表面上看是承认楚风厉害，实际上却在暗讽楚风不过是靠着戒灵才赢的。至于那戒灵是怎么获取的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至于紫菱少爷，他确实修炼的方法较为特殊，想必关于我玉宗的玉音，诸位早就有所耳闻。玉音的修炼方法确实与正常不同，而紫菱少爷的修炼方法则是更为高深的一种，但也只是看上去吓人，而并非是邪门歪道。我可以保证，紫菱那只是手段，而绝非将其他天才活生生的炼化。当然，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，就像是我玉宗在修武天才体内种下玉音，明明是为了天才的未来好，可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，觉得我们是邪门歪道。可事实上就是，那些被种下玉音的天才们，年纪到了之后，都被收入我玉宗麾下，他们的家人也是得到了妥善的安排。我知道我今日说了，大家也仍然不信，可我却觉得我有必要向大家解释清楚。信不信是大家的事，但该解释，我还是要解释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玉宗所做的事，都是为了造福天下，只是手段极端，不受大家认可。但要不了多久，有一件事情将会公布于天下，那个时候，你们便会相信，我玉宗才是这浩瀚修武界真正的守护者。接下来，即墨千舟花费大量口舌，无非就是想洗刷百里子陵以及玉宗不好的看法。一位天神境强者，哪怕在修武者眼中，那也几乎与神无异。当即墨千舟这等存在，客客气气，如此耐心地与众人讲述这些知识，一些人竟真的开始相信即墨千舟的鬼话。毕竟他们的认知中，这种存在无需解释，尤其是坏人的情况下。而即墨千舟之所以愿意解释，他们便觉得他自然不是坏人，也许真的是他们误会了玉宗。之后，即墨千舟以感谢大家今日前来捧场为由，居然派人分发下去大量修炼资源。虽然真正的作用不大，但是市面上很难看到，确实乃稀少之物。就算没那么贵重，但奈何在场的人多呀。不管怎么想，这也确实是一波大手笔，这更是赚到了一波口碑。而在狱中之人分发修炼资源的时候，即墨千舟也是离开此地，前往那座藏于地底深处的大殿。可途中却遇到了一伙古派的人马拦住去路，为首之人正是古派的云傲，陈辉也在其身后。云傲大人，有事？即墨千舟问。即墨千舟，刚刚那些话，骗骗外人也就算了，难道连我等也想骗吗？百里子陵那手段，可并非我狱宗的手段，而是真正的邪门歪道。百里子陵天赋不弱，正常修炼未来本就不可限量，何必如此急功近利，修炼如此不堪的手段？云傲凝声质问。云傲大人，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这件事待得紫菱少爷父亲出关，自然会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接到的任务是保护好紫菱少爷。若是云傲大人想要兴师问罪，那便不要怪晚辈冒犯了。即墨千舟语气尊敬，可却又态度强硬，那个架势，就算大战一场，也绝对不可能让云傲惩罚百里子陵。老夫只是给你提个醒，狱宗内战这种事，老夫承担不起。但你记住，我古派有人能够承担内战，带着大人们出关，这件事是必须要有一个交代的。话到此处，云傲便道着陈辉离开。至于即墨千舟，他显然早有准备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而是直接踏入那座宫殿。刚踏入大殿，他便听到了百里子陵的凄惨无比的哀嚎。靠近之后发现，百里子陵躺卧在疗伤大阵之中，而催动这座疗伤大阵的，乃是一个身穿白袍，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戒灵师。这位戒灵师与即墨千舟乃是老相识，当时去抓捕仙海月儿，也是他出力较多。刚刚即墨千舟之所以知道是九颠大师暗中帮助楚风，也绝非是胡乱猜测，正是这位神秘的戒灵师暗中施展手段，待九颠大师将楚风他们传送入九天之巅时，才发现了九天之巅。正因清楚此人实力，哪怕即墨千舟面对这位戒灵师，向来也是颇为尊敬。只是眼下，在这位神秘白袍人的阵法之下，百里子陵的身躯竟然无法还原，依旧是四分五裂的状态，也难怪百里子陵的哀嚎丝毫不减了。大师，怎么回事啊？就连你也医治不好吗？即墨千舟询问。那只戒灵的手段很诡异，有一种捉摸不透的力量。子陵少爷确实是要吃一些苦头了，不过莫要担心，我观察过了，时间久了，这力量便会消散，到时自然可以慢慢恢复。神秘白袍人说道。可此话刚出，百里子陵便在哀嚎的同时怒声大骂：什么？还要让我承受这种痛楚吗？减缓疼痛这种小事你都做不到，你这没用的东西，我们狱宗花钱养你有何用处？然而百里子陵此话一出，那位神秘白袍人一道冷冽的目光便投向百里子陵。你搞清楚，我与你狱宗乃是合作，我并非是你狱宗的狗。百里子陵疼痛难忍，怒火中烧，自然也顾不得那么多，继续破口大骂。倒是即墨千舟赶忙将那神秘白袍人拉到了一旁。大师，
紫菱少爷疼痛难忍，已失去理智，你理解理解，也想想办法。说话间，即墨千舟竟取出一个乾坤袋，递向了神秘白袍人。神秘白袍人也是顺势接下，随后掌心一翻，一个玉瓶浮现，而瓶身之上竟写着七界圣府4个字，将它撒入阵法之中，能缓解伤痛，但无法彻底缓解。见状，即墨千舟赶忙照做，只是百里紫菱的哀嚎并未减弱。大师，您看这！即墨千舟投来求助的眼神。神秘白袍人眼见那瓶内的力量都是无用，便没再言语，而是抬头望向楚风等人离去的方向，脱口而出：世间竟有如此厉害的剑灵！楚风，看来是非杀你不可。